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温。韩国媒体报道称，周四清晨，朝鲜再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12天内朝方第6次发射导弹。朝鲜外务省当天也发布公报，强烈谴责美国航母战斗群对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外界注意到，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周三突然返回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并于周四起参加美日韩3国联合军演。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将基于强大的韩美军事同盟以及韩美日安全合作，全力守护韩国民众的安全。而日本防卫省也于周四发布了朝鲜再次导弹试射的消息。朝鲜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我想也是在给韩国、给美国、给日本发出一个警告，就是如果说你再不改变对我的政策，那我可能有更大的杀手锏会拿出来的。我想总而言之，那么朝鲜通过此举呢，一方面释放一个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在给美日韩呢发出一个警告。周四，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朝方密切注视美国将航母战斗群开往朝鲜半岛水域，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些行动。同时，强烈谴责美国和一些追随美国的国家把朝鲜军队针对美韩联合军演采取的反制行动措施提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于上月26至30日先后参加了美韩联合海上军演以及美日韩反潜演习，这是自2017年12月以来3国首次联合军演。该航母打击群在军演结束后，原本已驶离半岛东部水域，然而却于周三突然掉头折返，并参加于周四正式开启的美日韩3国联演。对于这一罕见军事调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此举是为了证明美国及盟友拥有随时应对朝鲜挑衅行为的军事能力。而韩国总统尹锡悦自5月就任以来，已经重启多项此前文在寅政府时期中断的美韩联合演习。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掩盖不了，应该说美韩2国在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2国的根本性的分歧。我觉得分歧在哪？分歧就在于朝鲜半岛呢距离美国呢比较遥远，它不涉及到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但是呢，半岛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的动荡，它直接会涉及到韩国的一个核心利益。周三，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一事举行临时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朝鲜近期的发射活动，同时也注意到美国等有关国家近期多次在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美方近来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同盟，推高军事对抗风险，在核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进行政治冲突，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在此背景下，半岛形势难免会走向紧张。历史经验表明，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如果对话推进顺利，半岛局势就会相对稳定；如果对话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半岛局势就会紧张升级。我们呼吁美方拿出行动，体现诚意，切实解决朝方正当合理关切，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耿爽强调，安理会应当在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应一味恃强施压。作为半岛近邻，中国高度关注半岛局势，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半岛另一动向也值得特别关注。为回应朝方连续射弹，美韩军方也于周二深夜至周三凌晨进行了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演习。不过，演习期间，韩军发射的一枚玄武2C 导弹却发生了非正常飞行，之后坠入了附近的江陵空军基地。据悉，韩国此次发射失败的是射程可达1000公里的玄武2C 弹道导弹，也被称为是韩国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去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与拜登签署协议，废除了美韩导弹指南。这意味着美国对韩国自主发展导弹上的射程和弹头质量的所有限制全都取消了。韩国在发展导弹技术上彻底拥有了自主权。根据美韩导弹指南，2001年前，韩国不得拥有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导弹，近年来才放宽至800公里。实际上，韩国没有放弃研制突破美韩导弹指南的导弹，完成了弹道导弹的多级跳，射程不断增加，战斗部重量也不断提升。
指南废除才1年时间，韩军就已经拥有了射程达到3000公里的玄武3D，以及载重2500公斤的怪物导弹玄武4。韩国真正开始发展的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也就是去年，那么美国呢废除了这个美韩之间的导弹协定，对韩国发展导弹的射程以及呢弹头的重量都不加限制了。但是从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时间太短，而韩国呢又急于求成，在自身的技术积累不足，也就是技术呢本身比较弱的情况下，去发展的这样的弹道导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您认为朝鲜近期为何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密集的导弹试射呢？主持人好，答案很简单，因为当前半岛局势对于朝鲜而言非常险恶，而试射导弹则是朝鲜唯一有效的应对手段。如果说奥巴马时代的对朝政策核心是战略忍耐，特朗普时代的关键词是大交易，那么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则是回归一种冷酷的战略务实，以极限施压的方式来迫使朝鲜做出让步。这点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相较于过去5年，文在寅努力在美朝之间扮演某种缓冲，积极推动美韩军演暂停，以此来寻求半岛局势的改善。尹锡悦上台之后，则毫不留情地配合美国对朝鲜极限施压。5月就任伊始，尹锡悦便明确表示，重新考虑对朝鲜先发制人，甚至是进行斩首行动的 Q Chain， 也就是杀伤链打击系统。韩国国防部也宣布，将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恢复使用一系列高度敏感的用语，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杀伤链打击系统、韩国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谋求通过弹道导弹对平壤进行打击的 KMPR 大规模惩罚与报复战斗能力。为什么说是重新考虑和恢复使用呢？因为在此前，文在寅出于南北关系考量，为了不过度刺激朝方，实际上废除了这些概念。如今这些概念再次被激活，意味着怎样的对朝政策改变？我想并不难想象。回到你的问题，朝鲜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进行密集的导弹试射？因为随着美韩对朝政策的改变和具体军事对抗措施的逐步展开，半岛南北局势正在接近冰点。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应该是朝鲜为什么要导弹试射，而是除了导弹试射，朝鲜又能有什么选择？但我认为，当别人同时向你展示胡萝卜和大棒时，不应该单独去看胡萝卜，然后认为这就是别人释放出的某种善意，而是要看到胡萝卜和大棒的统一性，认识到胡萝卜和大棒之所以一起出现，唯一的目的就是你的最终屈服。那么韩国方面为何要配合拜登对朝极限施压？难道不担心南北对抗风险失控升级吗？这是个好问题。韩国电影《铁雨》中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有2个地方被人为的一分为二，一个是德国，另一个则是朝鲜半岛。德国是战败国，分裂是犯下战争罪行的惩罚，而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可以说完全是战争的牺牲者。为何最后获得的不是解放与独立，而是和德国一样遭到分裂的命运呢？答案在于，朝鲜半岛的解放与独立是大国博弈的结果。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又在各自的占领区上成立了朝韩2个国家。这2个国家又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长期对峙。与此同时，作为战败被分裂的德国，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国家统一，而朝韩至今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朝鲜半岛过去1个多世纪的历史，字缝里满本都写着4个字：大国博弈。因大国博弈而沦为殖民地，因大国博弈而分裂，因大国博弈而南北对抗。所以当你要问尹锡悦为何要配合拜登对朝鲜极限施压，韩国为何要不断抬升南北对抗风险，我认为韩国未必不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但韩国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又能有什么选择呢？文在寅努力了5年，最终落寞下台，证明了一点：大气候决定小天气，而小天气只能反映大气候。而半岛作为美国离岸平衡的重要支点，这一地位决定了半岛局势越是趋于尖锐对抗，美国在东北亚的话语权就越强。美国与其说是在通过韩国向朝鲜施压，不如说是在向整个东北亚区域施压。
尤其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短时间内无暇东顾之际，东北亚面临着重新洗牌的潜在窗口期，美国必然不会放弃做点什么。更何况，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半岛化为火海，而美国只要撤出就可以了，就像美国当年撤离阿富汗那样。只要继续卷入大国博弈，朝鲜半岛分裂就难以解决，苦难就不会有尽头。但遗憾的是，与其正视并反思这种苦难，韩国社会似乎表现出了一种顺从性，顺从这种苦难所留下的思维刚硬。正如同尹锡悦上台之后表示，自己将依托于美国的同盟来塑造韩国的对外关系。悲哀的是，也许韩国社会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就是韩国社会在过去1个多世纪的野蛮国际秩序中所学到的。在大国的残酷博弈中，小国往往没有选择。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对此前部分动员令作出修改，规定一些人士可以被延迟征召。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透露，自9月底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动员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万人被征召，他们将在训练完成后投入特别军事行动中。克里姆林宫周四正式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延迟部分人群动员义务的法令。根据文件，研究生、住院医生以及部分类别的学生可延期被征召，而普京此前也曾规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大学生以及职高学生可暂不响应部分动员。普京周三签署总统令时表示，俄国防部最初报告说，在部分动员中不需要征召一些具体类别的公民，但这些决定并没有反映在文件中，因此现在必须进行一些修正。俄罗斯国防部征兵委员会检察机关将解决部分动员令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俄国防部周二公布，自9月底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动员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人被征召，超过目标人数的2/3。他们将在训练完成后投入特别军事行动中，但短期内不会被派往前线。在顿涅茨克的俄控区，一些正在接受训练的部分动员人员表示，此次被征召的大多都是有过作战经验或者执行过军事任务的人，包括射击手、坦克手、炮手、司机、机师等。Особо-то н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дома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до, значит, надо. Быстро втянулись. Да тут все, в принципе, быстро втянулись. Так что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Хорошо. Все у нас есть. Главно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ам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Значит, так надо, если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уже отвечал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Если он сделал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ну не всеобщую, а частичную, значит, все не так страшно. И значит, он знает, что делает. Он умный человек. 乌克兰方面的反攻仍在继续。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称，乌武装部队重新控制赫尔松8个定居点。卢甘斯克军政负责人也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周三夺回卢甘斯克多个定居点，行动仍在继续。而俄方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攻击了位于哈尔科夫的多个乌军目标。在红利曼方向，则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3机械化旅进行了大规模火力攻击。赫尔松地方官员表示，乌军已经停止向赫尔松方向的推进，而俄军正在整编力量，准备进行反击。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指出，从近1个月俄乌两军的军事动向来看，乌军越来越主动，俄军则较为被动，这是俄罗斯迫切进行部分动员，并且首先征召有经验人士的主因。石红指出，随着俄方部分动员人员的到位，俄乌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4地区的攻防会更为激烈。俄军在哈尔科夫以及呢在红利曼一路的这种撤退啊，其实呢就是兵力不足，还有呢就是他在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等等方面也是呢比较差。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俄乌冲突打成拉锯战了。那么在这种拉锯的状态下呢，目前的阶段对俄不利。接下来呢，俄罗斯如果把他动员的这30万兵力再投入到乌克兰，那然后呢，他在解决了自己在指挥通讯、情报以及后勤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俄军呢又可以发起了反攻。西方舆论认为，乌方近期攻势得益于美西方持续加码军援。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宣布，将再向基辅提供价值6.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弹药、装甲车及其他武器和装备。
拜登此前证实，美国打算每月给乌克兰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并要求欧盟也同样提供15亿美元，以解决泽连斯基的后顾之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也向泽连斯基表达了继续支持乌军的决心。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警告，北约通过为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情报支持和军事培训，正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他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将乌克兰人民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这些国家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能够拖延下去，甚至转移到俄罗斯本土上。最近这几个月，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种类呢是越来越丰富，数量越来越多。既然美国的拱火是在不断的升级，这本身就刺激着俄乌冲突局势在不断的向上进行升级嘛。那所以呢，俄罗斯才会说，西方呢现在越来越成为冲突的参与方嘛。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签署总统令，规定扎波罗热核电站列入俄罗斯联邦资产。对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天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将根据乌克兰立法继续在乌克兰能源系统运行。同时，俄罗斯与北约围绕核武器问题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媒体宣称，普京已经将核列车派往前线。而波兰总统则首度披露称，正与美国讨论核共享。普京周三签署总统令，授权国营核电公司成立的股份公司从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并规定扎波罗热核电站列入俄罗斯联邦资产。该法令要求俄罗斯政府确定扎波罗热核电站从现在至2028年1月1日之前的运营、许可、发放等具体办法。还要求俄政府解决保障核电站安全所需的资金、材料和其他资源问题。前几天，扎波罗热核电站总经理穆拉绍夫等人已经返回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周三发布声明称，俄罗斯总统相关法令无效。乌克兰外交部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限制与俄罗斯在任何项目框架内的合作，并希望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回归乌克兰控制。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则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将根据乌克兰立法继续在乌克兰能源系统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拥有6座反应堆，是目前欧洲仍在运行的最大核电站，承担了乌克兰全国1/5的电力供应。俄罗斯今年2月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很快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引发关注。9月11日，乌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正在运行的最后一台动力机组中断与乌国家电网连接。乌克兰高度依赖核能，2020年核电在乌克兰国家电力结构中占比超过1半，核电占比居世界第3。在今年2月俄罗斯发起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扎波罗热核电站不仅为超过400万户乌克兰家庭供电，也向部分欧洲国家输送能源。冲突开始后不久，俄军就控制了这座核电站，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扎波罗热核电站仍维持运行，并向乌克兰电网输电。后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频繁遭遇炮弹袭击，虽然没有关键设施被炸毁，但基于安全目的，全部6座核反应堆实现冷停堆。俄塔斯社报道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未来有可能重新启动，俄方或将核电站与克里米亚电网相连，更改线路的计划已在筹措之中。此前，已经受俄罗斯管辖的扎波罗热地方官员表示，如果核电站因乌军炮火滋扰而被迫关闭，乌克兰将从电力出口国变成电力进口国，这对于陷入能源危机的欧盟国家而言也是雪上加霜。在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尼尔戈达尔市的进攻尚处于投鼠忌器状态。俄罗斯此时宣布将它国有化，对乌克兰经济有比较大的打击。近来，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西方媒体炒作俄罗斯将发出前所未有的核威胁。近日，英国媒体宣称，由于俄罗斯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俄方做好了大幅度升级武器的准备。普京已经向乌克兰前线派出一辆核战争军用列车，并渲染称俄罗斯将在乌克兰边境进行核试验。北约还警告成员国，普京将以此表明他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此，俄方表示，俄罗斯完全遵守不可发生核战争的声明，并驳斥称不想参与西方传播的核言论。
而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正在加剧核扩散风险。波兰总统杜达周三表示，波兰正与美国就参与核武器共享计划进行谈判，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所谓核共享政策是冷战时期美国与北约盟国达成的核威慑安排。根据该安排，美国在北约盟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北约成员以提供基地、战斗机等方式参与北约核活动，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允许其使用，从而使这些非核国家也具备执行核作战的能力。目前仅有的3个拥有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根据核共享政策，美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5个无核武器国家也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很多国家认为，北约的核共享政策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核力量高度不透明，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像波兰这样的中东欧国家已经冲在反俄第一线。目前来看，波兰已经要求美国驻军，同时呢，它也拥有了像 F-16这样可投掷 B-61核航弹的平台，特别是未来，它已经订购了 F-35。只要美国认为欧洲安全需要将它的核共享进行延伸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同时，欧盟还加紧对俄制裁。欧盟成员国周三批准了最新一轮对俄制裁草案，其中包括备受外界关注的对俄石油设定价格上限。最新一轮对俄制裁将禁止超过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通过海路运输至第三国。由于全球海运服务业市场由欧盟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垄断，一旦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超过欧盟设定的上限，俄罗斯的石油卖家可能将难以寻找到愿意为海运担保的保险服务商。不过，最新对俄制裁也让欧盟内部分歧进一步凸显。希腊等较为依赖海运收入的国家希望获得豁免，外界还担心强行推动新一轮对俄制裁，不但无法解决欧盟当前面临的高通胀、能源供应紧张的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国际原油价格近期虽有调整，但仍居高不下。为提振国际油价，周三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决定，将原油日产量大幅削减200万桶，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佩克加最大规模的减产。决定公布后，美国白宫方面对此表示遗憾。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声明称，拜登总统对这一短视决定感到失望。美方还宣布，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能源部将在下个月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向市场提供1000万桶石油。美国通胀高烧不退，石油价格近期再次开始攀升。此时距离美国关键的中期选举也只剩下1个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构成了白宫极力避免的政治风险。而欧佩克加此时宣布重大减产计划，将给拜登政府带来严峻挑战。《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此举会帮助俄罗斯在特别军事活动期间充实国库。这种玩法典型的趁你病要你命，尤其对欧洲经济雪上加霜。对于欧洲这样的最大的能源用户来说，在禁用俄罗斯的油气之外，如果随着欧佩克加减产所造成的能源价格高企，将会进一步打击经济，尤其是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欧派克将于下月起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一事，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由于部分欧佩克加产油国的实际产量已经低于配额，所以欧佩克加这一块的决定并不会对全球原油供应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在国际油价仍然处于每桶80美元左右高位，以及全球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的时候，欧佩克加宣布仍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无疑将会引发众怒。首先我们知道，拜登自从上任以来，在内政以及外交层面面临的最大，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危机，就是国际油价高涨，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处于4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前拜登甚至不惜拉下老脸，亲自上门去求着沙特增产。而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却不仅不增产，反而宣布要大幅度减产，这就不仅是不给面子的事情了，简直是朝着拜登的脸上吐口水了。
因此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跟拜登本人之间的这个梁子算是接下来了。那么其次我们知道，下个月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高企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是执政民主党面临的最大难题。假如民主党因此中期选举失败了，那欧佩克加跟民主党的梁子也算是接下来了。第三，当前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美国的难题，更是整个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欧洲还正在为油气资源的供应问题而跟俄罗斯扳手腕。为此一些欧洲国家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游行示威与罢工抗议浪潮。因此欧佩克加的这个行动无疑会让西方国家的经济民生处境更加雪上加霜。他们跟西方国家的这个梁子也算是接下来了。除此之外，欧佩克加的这一举动也将会在全球所有石油进口国以及石油消费者中间引发众怒。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全球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以及全球经济正处于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欧佩克加没有与全球共度时间，反而采取了雪上加霜的减产动作，这实际上是不太明智的。它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操纵市场控制油价行为，而且等于是在杀鸡取卵。因为全球经济一旦因此而陷入大衰退，整个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将会长期萎靡不振，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国家转向生产清洁能源，这些都是不利于欧佩克加长期发展的。对于欧佩克加减产原油，白宫官员气急败坏，称这代表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正史无前例的联手帮助俄罗斯。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记得在早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人类的世界大战。表面上看来，在战场上进行厮杀的仅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方，但事实上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场世界性的超限战争。在俄乌在战场上用真刀真枪杀得天昏地暗的同时，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并没有闲着，他们分别以信息战、情报战、经济战、金融战、高科技战的方式卷入到了其中。而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战与金融战的核心，其实就是要掐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打掉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造血能力，而核心中的核心其实就是要阻止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出口，或者至少要将俄罗斯出口的油气资源它的价格限制在一个相当低的价位上。为此欧盟已经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以对俄罗斯销往第三方国家的石油设定价格上限。那么在俄罗斯与西方正为油气资源出口而进行了激烈扳手腕的时候，欧佩克加却伸手帮了俄罗斯一把，这无疑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而尤其让西方国家不能忍受的是，当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在外交层面孤立俄罗斯的时候，欧佩克加居然还邀请遭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副总理兼能源部长诺瓦克出席昨天的减产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当前整个西方国家已经将俄罗斯当成了自己事实上的敌人，因此白宫官员指责欧佩克加帮助俄罗斯，实际上就暗含着要将欧佩克加成员国划入敌对阵营的意思在里面。那么针对欧佩克加减产，接下来拜登政府会有什么大招吗？我认为至少从目前阶段来看，由于知识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仍然在激烈的进行中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还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来收拾欧佩克加。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们眼下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消除欧佩克加宣布减产之后给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以及政治，尤其是中期选举带来的巨大冲击。为此拜登政府已经收回了早前宣布的不考虑再度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决定，而是改为了从下个月起再度释放1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将会从此就放过了欧佩克加。我认为既然双方的梁子已经接下了，等美国中期选举过后，以及俄乌冲突接近尾声之后，拜登政府一定会腾出手来收拾欧佩克加。
美国可能的报复措施包括：一个是大幅度提升美国国内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量，以彻底摆脱对欧佩克加的依赖，同时从市场层面来让欧佩克加企图将国际油价始终维持在高位的幻想给打掉；二是让美国的司法机关对欧佩克加启动反垄断调查与诉讼，并对其进行长臂管辖。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美国与欧佩克加之间早已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斗法将会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秩序与安全格局。由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是欧佩克加的主体，而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又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也就是欧佩克加通过用美元结算的方式维持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帮助美国巩固住了钱袋子，而美国则用枪杆子帮助欧佩克加保障了石油生产的与输出的安全。而在美国与欧佩克加斗法，甚至是有可能要撕破脸的情况下，这一格局势必会受到冲击。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应对百年变局，巩固香港国际都会地位，民建联大湾区高端论坛周四在香港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视频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经济环境受到外围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但香港拥有一国两制得天獨厚的制度優勢，這是成功基石。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呢一個得天獨厚嘅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呢個係我哋得以跨越各種困難挑戰，愈強越強嘅成功基石。喺中央全力支持同埋國家蓬勃發展帶嚟嘅無限機緣之下，特區政府會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推動香港成為區域發展嘅核心引擎，帶動整個大灣區嘅高增值發展。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中表示，當前外圍經濟疲弱，影響香港出口連續4個月下跌，估計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是負增長。本屆特區政府自上任以來，以精準防疫的原則推動經濟復常及對外交流，政府會繼續穩步推進，帶領香港走出疫情下的逆境。陳茂波表示，國家的穩定繁榮發展是香港未來發展最堅實的後盾。他還對深港合作寄予厚望。特區政府同埋深圳市政府正係共同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呢個建設，實現一河兩岸嘅一區兩園。特區政府現時亦都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咗合作安排，為發展合作區定下咗合作嘅方向，並推出合作區嘅聯合政策包，以便利人流、科技資源嘅流動同埋方便開設業務呢一啲支援措施，攜手合作為呢一個區招才引智。大灣區高端論壇同時舉辦3場座談會，分別以航空樞紐建設、金融發展和香港的法律中心作用為主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會後接受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採訪，對於最近有報告指香港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跌出3甲，位置被新加坡取代，陳勇表示，香港充分把握好大灣區的機遇，將來一定能夠重新恢復在國際金融方面應有位置。其實我們看到，在大灣區裏邊，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好兄弟緊密的靠在一起呢，已經在這邊組成的這個引擎和它的發展的潛力，尤其香港的新界北然後深圳南這一塊呢，是未來肯定是萬眾注目的熱土。所以當我們外訪的時候，東南亞很多商界的領袖，他們除了羨慕之餘，也很希望組團，受到我們的邀請呢，能夠組團來到香港呢，和香港一起充分的把握好大灣區這個機遇。那這一點我們覺得，雖然暫時我們給人家排頭了，但是呢，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肯定只要大家團結一致，重新再出發的話呢，香港一定能夠重新恢復在國際金融這方面的頭3名的地位。